我哋了解到吸入石棉纖維可以對我哋嘅健康同埋生活造成好壞嘅影響，因此當我哋懷疑舊式嘅船隻中含有石棉物料嘅時候，我哋應該特別小心同埋注意。如果呢啲物料嘅情況良好同埋完整，咁我哋就應該盡量避免拆除呢一啲物料或者破壞佢嘅完整性，盡快通知船長同埋船東，以便安排船長或者係安全主任將佢記錄低，方便日後留意物料嘅完整情況。而且要貼上警告標示，同埋通知所有嘅船員要保持警覺，盡量避免干擾呢一啲嘅物料。如果呢一啲物料唔單止有輕微嘅破損，甚至乎已經開始出現剝落嘅情況，你就應該首先暫停所有進行緊嘅工程，避免呢啲物料進一步剝落，以減低石棉纖維釋出嘅機會。你亦應該提高警覺，將可疑嘅物料視為含石棉般處理，貼上警告標示，同埋盡快通知船長同船東，等船長或者安全主任可以將佢記錄低，以便安排合資格人士進行評估、樣本採集同埋分析。記得亦都要通知所有嘅船員保持警覺，盡量避免接近呢一啲物料。我哋唔能夠單憑肉眼去確定物料係咪含有石棉，一般都需要由合資格嘅專業人士收集樣本後，使用特別嘅儀器同埋方法去確認。由合資格人士採取一個樣本，連得出分析結果所需要嘅時間大概係幾個工作日，需要嘅費用大概係幾百蚊。有關合資格人士，例如已經喺環保署註冊嘅石棉顧問同埋化驗所等嘅資料，可以瀏覽環保署嘅網頁 www.epd.gov.hk。而家等我哋嚟一齊聽聽專業人士嘅意見，了解一下點解要揾合資格人士去進行石棉工程。主要因為咧喺一個船舶嘅機房嘅空間咧，通常係非常之狹窄嘅。咁如果咧就係喺嗰啲地方度從事有關嗰啲咁嘅隔熱材料，譬如石棉嘅工序咧，就一定要做一個評估，就睇下咧係嗰個咁嘅工序進行期間咧，所有嘅安全措施係適唔適合用，同埋咧有冇啲石棉纖維走出嚟嘅危險嘅。就從事呢個同石棉有關嘅工序咧，就首先咧就根據香港法例咧，係一定要一啲咁嘅特許嘅工程人員去進行嘅。咁第二咧，就因為石棉實際上係一種咧就危險性非常之高嘅物料。咁如果唔係由一啲受過訓練嘅專業人士去進行嗰個清拆咧，咁好容易咧就會令到啲工人咧係吸入嗰啲石棉塵，令到有佢哋可能咧產生同石棉有關嘅疾病嘅。我哋所講嘅外科口罩咧，其實咧就係一啲避免嗰個飛沫就係吸入去身體嘅一啲預防嘅物料。咁但係石棉塵咧，因為佢哋有纖維嗰個咁嘅嗰個所謂 dimension 啦，個形狀咧係非常之幼細嘅。咁一般所用嘅外科所用嘅口罩咧，係唔足以隔絕隔離咗呢啲石棉塵嘅。首先咧，就如果從事呢個石棉有關嘅工序咧，就一定要跟足晒咧香港嘅有關嘅法例嘅要求。咁現時嚟講咧，同石棉工序有關嘅法例咧，就有呢個勞工處嘅石棉條例啦，同埋呢個環保署嘅呢個空氣污染條例。咁咧就僱主可以做嘅咧，就係首先咧就要請一啲合格嘅人員進行評估，睇下嗰個喺船舶嗰個機房裏邊咧嗰個石棉物料嘅數量啦、種類啦，同埋佢哋嗰個狀態係唔係咧係好容易令到佢哋脫離咧係漂浮喺空間嘅。咁第二咧，評估咗之後就要因應嗰個石棉物料嘅情況咧，係去制定一套安全嘅方法去將啲石棉物料咧就去清除。咁制定咗之後咧，咁又要係向呢個有關嘅政府部門咧係申請啦，同埋得到呢個批准之後咧，至可以開工嘅。咁如果要係清拆石棉物料，就一定要由指定嘅註冊承辦商去進行。咁呢啲承辦商咧，佢哋有自己一套咧係經過政府批准所用嘅清拆器材，就確保喺成個過程之中咧係唔會有一啲咁嘅石棉物料咧係釋放出嚟咧，影響到唔單止工人，仲係嗰個其他喺附近工作嘅人士。好啦，咁咧就一般嚟講咧，就工人做呢個石棉工序嘅時候咧，就要佩戴呢個合適嘅呼吸防護器啦，
工作服啦等等，同埋僱主咧係要提供一個清潔嘅間，即係譬如話一啲沖涼嘅設備啦，一啲咁嘅儲物嘅設備咧，等嗰啲工人咧，佢哋嗰個普通嘅衣着咧係可以係除低擺喺個儲物間，然之後着嗰啲保護衣物先入去做嘅。咁另外所用嘅一切嘅清拆器具咧，我哋要求咧就係要做過一啲咁嘅評估，睇下係唔係真係合格。咁另外咧係用過之後係要經過清理先至可以帶翻出嚟嘅。咁而且根據呢個法例咧，從事石棉嘅工人咧，佢哋係要每年都要驗身嘅，係確保佢哋咧係工作嘅期間咧係唔會受呢個石棉影響佢哋嘅健康。所謂預防勝於治療，喺我哋了解到石棉嘅危害之後，希望各位船主同埋船隻維修工人都可以小心謹慎咁處理懷疑含有石棉嘅物料，保持健康嘅身體。